中国古代啊，有权力的女人每个朝代都有，唯独武则天一个人称帝了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。她是如何称帝的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称帝后国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？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唐朝是一个大融合的王朝，李氏皇族和鲜卑族有关系，这让他们在接受异族文化方面没有什么芥蒂，不像以前的王朝又怕这又怕那的。这使得唐朝的风气十分的开放，女性的地位也较之前提升了一些，女性的思想也不固步自封。武则天是荆州都督武士约的次女，14岁的时候进宫，成为李世民的才人，赐号武媚。她父亲武士约是经商起家的，李渊在晋阳起兵的时候，他也资助了不少的财物，同时担任了大将军府的参军。随军征战，在唐朝建立之后，官至工部尚书，封为应国公。李世民登基之后，在利州、荆州当都督。李渊在贞观9年驾崩后，他也十分的悲痛，没过几天，他也跟着李渊走了，可见他和李渊的关系有多深。武媚娘并非有的电视剧中演的那样是一个娇娇弱弱的小女子，她不光长得漂亮聪明，心智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在入宫之前，和她的母亲杨氏告别的时候，她就对母亲说，她要去侍奉的当朝天子皇帝陛下，这难道不是福气吗？你哭哭啼啼的是什么样子？应该为他高兴才对。其实这也不能怪杨氏，武士约在2年前已经去世，他们母女又被武家的其他人排挤出来了。这下武媚娘一走，就只剩杨氏一个人了，能不难受吗？武媚娘入宫之后，虽然被封为才人，在后宫属于正五品，不过并未得到唐太宗的宠爱。到唐太宗驾崩的时候，她依然是正五品的才人。虽然李世民对他爱答不理的，但是他却和晋王李治产生了感情。在李世民卧床不起的时候，两人也不知道怎么勾搭上的，他知道要为自己早做打算。在贞观23年，李世民驾崩，武则天和其他没有子女的妃嫔一起去到感业寺当尼姑，但是他还是和李治藕断丝连。在感业寺的武则天也是空虚寂寞冷啊，毕竟是个尼姑寺，她在感业寺也是难受。自己进宫前虽然被别人排挤出了本家，但至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。在进宫后则是更好了，虽然宫里有各种规矩，可惜的是他进宫的12年没有为李世民生下一个孩子，才落得现在的下场。这让他意识到权力和孩子是多么的重要。没有为男人生下孩子，就要削发为尼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于是他暗暗发誓，如果他有进入朝堂的机会，他一定要赢得所有。不久后，他的机会，他的快乐就要来了。在永徽元年5月，在李世民的1周年忌日的时候，唐高宗李治来感业寺为李世民祭奠进香。在这里，他又和日思夜想的媚娘见面了。李治天天被长孙无忌等人把持朝政，完全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。来到感业寺见到旧情人，两人互诉相思之苦。互诉之后，少不了狂风暴雨。他不光要让这位新皇帝想他爱他，他还要用尽一切手段让皇帝把他带出这感业寺。在不久后，李治不顾大臣们反对，将这个曾经是自己父亲妃子的女人带到了后宫之中。在去到高宗的后宫后，他发现这后宫啊也是暗流涌动。正宫皇后王皇后虽然身份显贵，身后呢还有关陇集团的保护，但她一直没有孩子，所以一直被萧淑妃打压，两人相互忏悔。今天他在皇帝那儿说一句，明天他在皇帝那儿说一句。此时的武媚娘没有关系，还很弱小，皇帝是他唯一的依靠。他明白不能去和这2个宫斗老手去争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无辜装清纯，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，自己就可以渔翁得利。但自己曾经作为先帝妃子，现在又被高宗从感业寺捞了出来，当他的妃子难免会遭人怀疑。于是他就用了一些银两，买通了一些宫里人，让他们散播武媚娘是真的单纯加好看才进来的，是一朵不折不扣的白莲花。这也让斗得如火如荼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放松了一些警惕，但是还是不放心。经过他们多次试探，他们发现这武媚娘何止是白莲花，甚至可以说是白痴了，于是就彻底放松了警惕。他这演技也是和李治有的一拼了。武媚娘也在这2人争斗的时候把握住了李治的心和肾，把萧淑妃排挤了出去。自己和李治有了孩子，王皇后如梦初醒，认识到了这个女人的恐怖之处。她认识到了也没什么用了。王皇后虽然是武姓女，身份高贵，但对于皇族来说，皇位继承人就是一切。
武媚娘也想更进一步，她要先成为后宫之主，以后才有机会登上朝堂，之后就有了废王立武。武媚娘在李治的默许下培植了自己的势力，李治扳倒了长孙无忌，武媚娘成功当上了皇后。李治在取得大权的前几年干的还是有声有色的，后来他则是越来越力不从心。后宫那么多嫔妃美女，也不能光放在那儿，对不对？于是他将武媚娘拉到了朝堂之上，一起参与朝政。为什么是皇后武媚娘，不是他自己立的太子李显呢？李治虽然看着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但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能忘了他老爹李世民是怎么逼宫的吗？能忘了曾经的太子李承乾是怎么逼宫的吗？他觉得与其把权力分给太子，不如交给皇后。怎么说，皇后也还是一介女流。回头来看，李治还是小看了他的皇后。他从参政变成了执政，自己再也不是皇后，而是有了新的称号天后，和天子平起平坐。在两人的治理下，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后来李治病重，国家大事主要由武媚娘把持。终于在公元683年，李治驾崩，李显继位，是为唐中宗。他被尊为皇太后，临朝称制，掌握着唐朝实际的权力。李显就是一个摆设，唐中宗李显则是尽到了一个好儿子的本分。老娘说啥就是啥，他对自己母亲的事情还是很了解的。万一哪天他不高兴了，别说自己皇帝的位子，自己的小命都有可能没有了，就只能看能不能早点把他熬死。他不着急，武则天则着急了。李显实在是太乖了，又太软弱，于是他就顺手把李显废了，把自己另外一个孩子李旦推了上去。李旦和李显不愧是亲兄弟，两人在武则天的掌握下可谓是一模一样，不敢造次。武则天认识到自己称帝的机会成熟了，于是他就开始制造舆论，收复民心。他先是和很有名望的和尚法明演戏，说武则天是什么弥勒佛转世，又一手导演了李旦率百姓劝进的事。同年正式称帝，将李唐改为武周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。但她终究是年纪大了，如果说玩弄权术她是满分的话，治理国家她连及格都达不到。酷吏那些就不说了，压榨边境小国，本来不想造反的都被她逼反了。为了打击关陇贵族，提上来不少武家人，虽然也上来不少寒门自己为国家做贡献，但是很大一部分武家人是真的没用，还喜欢自己感动自己。死后还搞了一个无字碑。李治期间不过稳固延长了贞观之治，还前进了一步，使国家更为强大，边境小国被打的是不要不要的。他接手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，而他统治期间的李唐版图比李治驾崩时已经严重缩水，最严重的时候少了一半。好在唐朝基业强大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